我跟你们讲啊，上午有一姐妹儿来许愿找对象，哎呦，我跟池子里那王八们啊，集体给气吐血了呀！我问她多大，她说自己是24岁。我一听老天爷呀，我是一点都不相信啊！这脸上的褶子比我的都多。我要看身份证，她说没带，又说身份证上面是34岁，实际年龄是28岁，反正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她到底多大啊？我没弄清楚，我就先跟她唠吧。他说自己是大专学历，父母务农，没车没房，有一个哥哥，而且还在外打工啊。身高目测155左右，身材偏胖一点。我和他唠嗑啊，我就惊在他的择偶要求上了。他和我说呀，自己穷怕了，父母没有钱，自己也没有钱，在药店工作，一个月就3000多块钱，信用卡还有负债，都不够自己吃喝的。所以他特别着急找对象，想找个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房啊，这个年收入在15万以上。彩礼要给20万，每月再给他5000块钱生活费，工资卡要上交。我一听啊，哎呦我的娘呀，真的嗓子眼里顿时觉得进了个苍蝇屎啊！你是上不去下不来呀！我就和他讲，大妹子啊，你颜值够用吗？身材抗打吗？工作体面吗？家境如何呀？收入怎么样啊？你自身的水平能不能配得上你的要求呢？他说，正因为我啥也没有，我才要求年薪15万，不然呢，我这我都看不上。哎。听完我是直接给愣住了啊！相亲市场上他总有这么一类人啊，知道自己条件很一般，钱、权、资源、见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觉得自己得找个有钱的，不然这辈子都得翻不了身。我是最看不上这种人的啊！人家综合评分98分的，凭什么要选你这综合评分6分的？还要零花钱呀？你是他生他养的吗？还是天生残废、缺手缺脚啊？他说男人给女人花钱那是天经地义的，我得找个条件好的，是想要个保障，要个安全感。我觉得我这要求不高。哎呀，我跟他说啊，你这要求啊确实不大高。前2天呢，有一个姑娘找对象啊，人明确就说了，我是1分钱都不陪嫁的，还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市中心全款300万以上，年收入不能低于100万，可以接受他年龄大的、丑的、离异的啊，只要有钱，其他条件都不限的。最后人还真的嫁出去了，男方比他大了15岁，婚前给了他一套别墅、1辆宝马，彩礼有58.8万啊，生孩子当天还给了50万的零花钱嘞。他一听啊，哎呀，我也想找这样的啊。你可拉倒吧！人家姑娘身高175，肤白貌美，长得又漂亮又有气质，跟模特一样，还是留学硕士，工作也很体面，人家是有资本的呀。你瞅瞅你自己是有什么？他说那我也找个条件不用这么好的，年收入30万以上的就行。我问他啊，有一位男士啊，大了你5岁，身高160左右，偏胖，做生意的，年收入30万左右，起早贪黑的都得干活，你愿意认识吗？他一听不行，男方太矮，长得太丑，工作还不体面。说想找个175以上，工作坐办公室，长相看得过去的。听完我是哎呀，真的很无语啊！就你现在这条件，负债累累的啊，你买个镜子都得上闲鱼上淘2手的吧？你想找个条件好的，可以，你得让人家能有娶你的资本吧？相亲找对象哪个不现实啊？谁都想找个条件上能利于自己的。你想找全款房，不想要贷款的，没有毛病，但你得认清现实，你要凭自己的能力能找一个全款车房的，而不是硬逼那些没有能力全款去买房吧。有个逻辑它是错的，你不能因为你没有，所以你就想找一个什么都有的，你这是直肠通大脑上去了，你这不痴人说梦吗？他听完啊，结结巴巴要怼我，说我这思想不对，这对不对啊？自有旁观者来断啊。那些在择偶要求上面不看自己条件，一味就是我要我还要我都要，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啊！你多问问自己，你愿意嫁给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男人吗？人同样啊，有这条件的男人，谁愿意娶一个又穷又丑啥也没有的女人呢？那些想通过婚配啊来实现阶级提升的，说白了就是对自己的定位很迷幻。人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思想也穷，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偏的啊，越穷越觉得自己就值得更好的，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根本就入不了那更好那位的眼呢。丑人多作怪，说的就是这种感觉。听完给他气的啊，说我鼠目寸光，不懂男人。我也气得要命啊，赶紧关门送客呀！最近是娃娃偷懒，啥人也给我往里放。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士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
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两人在一起嘛，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他的敏感自卑不仅仅让他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他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谈了3年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一开始他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但事实却是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两人谈恋爱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他们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老堵心了刚回来，那个气人人女方父母当场提出要彩礼16.8万，这个5金不是3金6万，改口费1万，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另外呢，要办2场婚礼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再给女方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不能低于30万，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这完全不能接受你这不是宰人吗？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那父母也都是普通人攒了一辈子的钱，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是1分存款也没攒下，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女方妈妈语气特别强硬，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我女儿人好看，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我当时在现场听完那些要求说实话我都愣住了，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你自己是做家政的，一个月赚5000，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你攒了有多少钱？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你就算天天有活干，一天300，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工作刚稳定的人呢，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还要掏空家底，甚至举家外债，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你觉得现实吗？人女方妈妈真的大言不惭说，我们要是有儿子那别说80万，就100万我们也得娶。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我问他，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呢？你女儿今年28岁了，咱说点现实的，如果一旦分手的话，对她来说是不是种打击
咱都说呀，宁拆女做庙，不毁一桩婚呢，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他绕开我的问题啊，就一直在这举例子啊，我们那一起干活的啊，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的，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我就反听这些话啊。之前呀，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啊，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你这说话的逻辑它是有毛病的。你羡慕，那你就去找有钱的，你干嘛找个没钱的，非得要跟人要钱呢？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啊，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男方这边的意思说呀，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女方父亲啊一直不咋说话，突然从沙发起来，歘一下站起来了，也没打招呼啊，开门就走了。那可能气的啊，就剩他妈妈在这说啊，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人家呀彩礼啊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我们已经呀让步了。我就问女方，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按照习俗来讲的话，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刚说完这一句啊，他又打断我，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现在娶媳妇儿都困难，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反正啊你们要在现场啊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啊，反正就听她爸妈的。商讨到最后啊，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车子可以买到20万，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让。听完呀，这男方直接起身啊，你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50万你当50块的。男方直接说啊，这婚我不结了，谁爱娶谁就娶，摔门啊就走了。把我自己扔在那儿，我是很尴尬啊。就这样，两人的爱情啊，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却败给了一场订婚。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慨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啊？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你看古人说的天成佳偶是之一啊，共苦同甘不变心，花烛洞房亲接吻，春宵一刻胜千金啊。但现在呢，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起床挤地铁，上班加班，点外卖回家睡觉，日复一日的领工资，还着房贷，然后结婚生娃，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啊，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啊，这些普通人啊，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因为被生活压榨，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啊，懂你的不易，关心理解。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很多人问我啊，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是好的感情啊，不容易，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